你会看到有些房子装饰到颜色很缤纷。这个五条街有一个地方跟我们的邻居 interact。这里的店屋是充满了非常丰富的文化气息。生长在土生华人文化洋溢的如切，黄俊荣耳濡目染，爱上娘惹服饰设计。在这边有我的工作室，会有那种复古的感觉。说当我做娘惹服装的设计的时候呢，希望会有启发一些灵感来做我们的顾客的衣服。俊荣的母亲在20多年前买下毗邻的这2户店屋，他们钟情于店屋原始结构之美，舍不得改装。比方说，像上面这边全部都是原来这个建筑的木啊，那我们就没有把它们所谓的换掉，因为这个是它的 pillar， 它的柱子，所以是不能随便乱替换掉的。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板全部到梯子上去都是原来的木。早期的新加坡人，他们可能身形比较娇小，我们上去的时候呢，都是非常窄啊，所以像我们现在这么脚板这么大的啊，我们就要侧着上去，就比较安全一下。黄家的店屋已有约100年历史，属于晚期店屋风格。墙面保留了娘惹建筑常见、寓意吉祥的花草图案浮雕。这蕴含文化底蕴的氛围，深深触动了俊荣。他2001年从澳大利亚学成归国后，原本协助打理家族的肉粽生意。后来改变了方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找了我的教会的会友，然后他就教我怎样做珠绣。我第一双就花我1年半的时间，一双差不多有5万多颗珠子。所以后期我就买了一个十字绣的 software， 然后就开始设计我的图案在十字绣图，把它印出来。那这样的做法就比较快。我们店面蛮大，把这个地方弄成好像一个小博物馆。然后卖一些娘惹手信，这样应该可以吸引更多本地跟外国的旅客来看，更了解娘惹文化。You can see the fabrics, the design, very important. Actually, take it out and put it over here. That's how small they are. 我们就做那种珠绣的戒指的那种小的 workshop， 然后可能在2个钟头内可以做完，然后他们就会有一种满足感。我也试着做珠绣，更深入这个文化里头。1993年被列为保留区的如切，至今保留了大约800间店屋，是本地最大的保留区之一。新加坡的受保留店屋建于1840年至1960年，分为6种店屋风格，分别是早期、第1过渡期、晚期、第2过渡期、装饰艺术和现代店屋风格。100多年来，人们在如切路上的店屋兴业，也在周边住宅区安家。
专科医生陈绍文和妻子陈玉华原本住在人流喧嚣的碧山，10年前被如切宁静宜人的气氛吸引，买下店屋，改造成婚后安居的起家屋。那时房屋外面是有龙又有桃子的那些plaster decoration， 好像一个庙。可是我们一打开门走进的时候，觉得有一种很温馨的那种感觉。我那时也是怀孕的时候，那9个月到1年，我们就用那个时间来design 这个家，就好像在怀胎一样。5 foot way， and then 这个 air well 这边。And then 这个 loft we put a new floor 在上面。爱福列路这排店屋保留了第2过渡期店屋风格。1930年代末建成的店屋，装饰较以往简约，反映了世界经济大萧条后人们勒紧腰带的转变。如果我 work from home， 我就坐在那边，因为有很多 daylight， 所以觉得比较舒畅了。我看我最喜欢的地方其实是那个空景。我的儿子弹钢琴，有高天台，所以有高天花板。The music is 比较 contained。也是可以深夜练钢琴，我们弹到10、11点也是没问题。有这个 natural light 下来，这边坐着看报纸啊，因为我们也是在这边欣赏音乐，那也是有这些画画我们可以欣赏。我的婆婆都有住这些 shop house， 那记得小时候每次去探访她，厨房后面也是有一个 spiral staircase， 那我们也是小时候有一点好奇，都在那边玩。我们喜欢这个 loft study， 而且我们也是有放一个 spiral staircase 在那个地方，也是可以 recall from childhood memories。以前的那个旧屋就在新加坡河边，有车水小印度，楼上是骑楼，楼下就叫五角鸡，是五角鸡的图片。我小的时候，你去牛车水啊，说那时候 very interesting。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一路来对这些店铺都很有兴趣，可能是因为有历史的味道。曾经担任医生，目前是创投公司执行长的林瑞，和在美国相识的太太 Catherine Slade， 在3年前入住爱福列路上的店屋。All right, what should we cook for dinner? Your special fried rice. Sebastian, maybe you want to just text them now. 我喜欢这个 skylight with the shuttered windows. It's a sense of space because, you know, it goes all the way up to the skylight. It makes it feel bigger. What I like in this house, my daughter's room still has a bunch of the charm with the stained glass windows. And of course, the rooftop, which is kind of a space that I've taken over. It's very open and airy and just relaxing and sort of removed from the city. You don't feel like you're in the middle of the hustle and bustle.
So I studied a lot of history and art history. So I paint and I use the rooftop as my studio. 在如切，许多店屋都有2扇护栏式的矮木门 （pintu pagar）。当大门敞开时，它们起到了保护隐私的作用。不论是过去和现在，五角鸡能遮风挡雨外，还是左邻右舍情感交流的场所。 Well, during COVID, so sitting outside in the fresh air was probably one of the few things that was allowable. That's what we ended up doing. It wasn't planned. We said hello, then we started to sit down. It's interesting how architecture can affect feelings. The 5-foot way is one of those things. It promotes interaction. Hello. 我们这个2号、4号、6号，我们10号、12号这一届的，我们通通都认识。他的名字是 Sebastian。We regard them as the mayor of the street， 因为他们从2008年到现在就住在这一些。Dr. Daniel， 我们2个都是医生，我们 many mutual friends， 所以 it's very nice kampung。 可能是我们都有同样的爱好 ，maybe a bit more house proud。我们都对如切有很多感情啊。说到如切，许多老街坊会记得李金珠。还有一个回答的一个好，如今。 金珠肉粽的老店由第3代接班，黄鼎祥和2位哥哥成了新的店主。尽管周围环境不断变化，3代人始终深深扎根在这里。那么小的时候，我们就会跑到店里啦、工厂啦，看奶奶啦，看父母在那边裹粽子啦。那么奶奶会看到我们偷偷在门后啦，那讲哎，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就是不知不觉。 发现我们在这些好奇的当儿，我们学会裹粽子。我父母跟我讲的，世界大战过后，那个屋子已经是半建好的那个状态，就是新加坡独立之后，他们才开始建完它。我的奶奶拿了一个银行贷款啦，顶下就是那个60号，就叫这3间小店铺。 然后楼上一间一间、一层一层的买下来。2战后，李金珠在附近的空地上卖娘惹粽，目睹了带有装饰艺术风格店屋的建造过程。平面的屋顶、铁质窗户和窗花与几何外墙相得益彰。 每逢端午节，店里总是大排长龙买粽子。鼎祥的父母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想念父母时，鼎祥会和2个哥哥一起去店里看他们。我们就会做一个小摊位在这边，我就会盖过，不要给雨可以淋到啊。我奶奶就会这边裹粽子、洗叶子，对，都在这边后巷。 每当鼎祥洗粽叶时，总会勾起在店屋后巷的童年回忆。小的时候，因为奶奶以前就在后巷会抹叶子、洗叶子了，奶奶都会看到我们，她应该是觉得说，哎呀，反正都来了，就帮忙洗一下。那后巷也变了，我们的后巷也现在只是放货啦、下货啦，也不允许在背后做些什么样的裹粽子的活动。 黄家后来又买下格林62号1楼作为店面，起家的60号店屋已经全部扩充为厨房，楼上辟为员工宿舍。我奶奶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很多员工，现在比较大量、比较多了，我们需要的空间比较大，所以必须把那个天井盖过。 旋转的那个楼梯，就是有一部分把它给弄掉，
拆掉原因，因为我们要装那个主炉啊。我们跟家东卢切一起成长，我们很荣幸的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继续做生意的，我们一直都待留在这里。从事健身行业28年的莫卫，3年前在如街路上的店屋开了一间独立品牌精品健身房。我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才找到这个店屋。它之前是间 KTV， 那由于疫情的关系，他们也是不能开业，所以才有这个机会把这个店铺租下来。莫卫选择在这间1900年代初期建造、具有第一过渡期风格的店屋创业，因为它的天花板高，木窗窗格装有玻璃，令室内光线明亮。角头的店屋，那可见度是蛮高的，汽车经过也能看到，人走过也可以看到。你要放你的招牌，就比较也有灵活性了。那第二就是会有很多自然光射进来，那你不会感觉到楼层很矮啊，不够光啊，有一种压逼感。而且你要是能设计上好好利用它长形的话，那其实由于没有柱子的关系，那是非常方便。你在做不同综合性的健身运动的话，你可以灵活的走动。那人潮当然是主要的一个条件。那第二就是当然要达到精品的话，最好就是在一个充有文化气息，不是一般城市的高楼大厦的地方。你要是在商场的话，其实运动群组1/4是通常6、7点就已经去运动了，那造成许多不便。在路旁只是店屋，要是你的方向是要做24小时，那当然是非常方便。那小时候，每当父母讲我们今晚会去如街路用餐的话，我一定感到很高兴。在这里很多我们当地的美食啊，整条街就觉得很有文化气息。莫卫也察觉到，如切涌入越来越多潮流店铺，逐渐取代了原本的老店和喧嚣的夜生活形象。如切变化是蛮大的，有些行业已经逐渐就是被淘汰了，然后这里就慢慢注入了非常多的西方的文化。我们又有新的咖啡店啊、餐厅，也吸引了一组不同的人群啊，这样加起来就更多人潮会来这个地点，更多特色。如界的居民同样感受到了绅士化带来的改变。如界 for reasons unknown to me, is a hot spot for pet shops, and my friend just moved here. Okay, here it is. Hi Shane. Hey, hi. 好吗？很好，很好。欢迎欢迎 ，Welcome to 竹切。 Oh, thank you so much. These are my neighbors. 我的感觉是 quite complex， 因为有一方面很有历史感的这条街变化很快，可是呢，这些新的创业 ，some of them are very interesting. So Korean family bought it. And more young people are coming here, so it feels more vibrant and energetic.
尽管如切焕发新气息，但殿屋墙上的壁画仍诉说着过往的故事。那你看这道墙啦，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啦？其实就是有话题、有可以聊天的一个机会，让主事变成现在的旅客会要来看的一个地方。因为这边很多古老的殿屋，殿屋是没有办法变的，但是殿屋里面的生意啦，一直都在改变。那我觉得保留殿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跟下一代让他们了解，这是我们的根。